我们可以谈一谈吗？好啊。可是我先说清楚，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是不会让步的。你父母不来证婚，你真的觉得没关系？我说了，我尊重他的决定。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任性的话？得到你父母的祝福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现在因为不办婚礼，把关系闹得这么僵，结婚后我要怎么面对他们？你不用担心，房子的钥匙已经拿了，以后我们不会住在一起。搬出去住就可以不管他们吗？你这种态度把我夹在中间，我很难做到。那你想要怎么样？我在想，不如干脆办婚礼算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听我说。我刚刚才意识到，当时说那些话，只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想。你的婚礼，你的角度，没有问题。有问题。刚才你的父母都说了，婚礼不只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是2家人的事，我们不应该这么自私的。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原则呢？之前是你跟我说你不要办婚礼，我才会配合你。你现在为了迎合我的父母，你就推翻你自己所有的想法。你是不是放弃羽球后，你什么都可以放弃了？什么？你只在乎我爸妈怎么看你，你有没有在乎过我会怎么看你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以前我觉得你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的坚持，可是我最近觉得你越来越没有底线了，轻易就能妥协。你整个人活得好像很没有骨气，没有价值，没有用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包的话，这个颜色是我们店里最后一个了。这个帮我包起来。这个包你要买吗？哎，哪一个比较适合我？都好看。这个形状我好像有了，这个比较特别。喂，我们双方父母刚刚一起吃了饭，一听就知道是个消化不良的饭局。连消化的机会都没有。文凯的父母因为婚礼的事跟他吵架，饭都还没吃完就走了。啊！哇，虽然我很少听文凯说他家人的事，不过我看他那么天才，就知道他从小应该就是精英教育重点栽培。他们对文凯的期待确实很高。不过如果他们没有反对你们结婚，就代表他们看人不看表面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这些有钱人常常会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人，
我以前有个前任男朋友，他家里很有钱的，不过要求多，所以我就跟他分手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找一个孤儿老公，最好一个亲戚都没有，这样以后我们结婚谁都不用请，多好。他是孤儿，你又不是，你还有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。就算请他们来，他们也未必真心祝福我，搞不好还会狮子大开口，跟我的孤儿老公要一大笔聘金。你说的好像这个孤儿老公真的存在一样。一定会让我找到的。有空我就去孤儿院溜达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帅哥在那里做义工。就是你啦，这么贵啊？我之前看到的包比它贵很多倍。小心不要刷爆卡。今天发薪水，真的？我不赶快把我的钱用完，难道还要等别人来花光吗？我去还钱拿，帮我看着。嗯。哇，你的字很漂亮。谢谢。他2个星期后就要办书法展了。哦，来，请喝茶。啊，那恭喜你们，到时候一定要请我。肯定。来，请坐。亲家母，你想谈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知道孩子们的决定让我们都很心烦，想说我们能不能一起解决？刚刚又不说，现在又来事后孔明。是你女儿叫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想要来的。老实说，如果孩子们肯办婚礼，我也不会反对。现在是他们不想办，就算我们3个人说好也没有用啊。我明白孩子们现在的经济状况，所以刚才我去问了一些酒楼，他们说最简单的一桌酒席也要大概1500块。我在想，如果这笔钱由我们父母帮他们付，减轻他们的负担，或许他们肯办婚礼。婚是他们要结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帮他们出钱？以前文凯姐姐结婚的时候，也是他们夫妻自己2个人办的酒席。百善孝为先，办婚礼不是为了什么体面，而是为了要感念对父母的养育之恩、成全之美，还要感谢亲友们的见证，这是道德礼仪上的最基本，是身为孩子应尽的孝心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这样想。他们不会想，我们就应该教他们，而不是纵容他们。要我们出钱来替他们办婚礼，成何体统？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跟我爸妈的问题，我会处理的。都快成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文凯啊，阿姨坦白跟你说，我也希望看到佳佳好好的出嫁，所以才来找你爸妈商量的。你当阿姨是老古董也好，做妈妈的都希望看到女儿好好的嫁出去，被人祝福。如果是钱的问题，阿姨还有点积蓄，不够的话可以拿我房子。阿姨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这些钱本来就是留给佳佳的。我真的没办法接受。那好吧，那你再好好考虑，看看要不要办婚礼。我只是不希望看到本来开开心心的喜事搞成这个样子。佳佳嫁进去之后，也不会受到委屈。你不用送阿姨，我自己走行了。阿姨慢走。想要吃什么呢？日本餐。好，我请你。
你介绍我进 Jam， 我都还没机会好好报答你。小姐，我是介绍你去做 admin， 你进得了 sales 是你厉害，而且你要结婚还要筹备新屋，需要花很多钱呢。我以后跟孤儿私奔的时候，一点钱都不用花哦。那至少让我请你喝一杯泡泡茶。Sure， first thing to bubble tea。怎么了？我家里好像出了点事。啊？那你还是赶快赶过去吧。这次我帮你拿。Thanks。他妈妈跟你说什么？你们是不是逼他了？是他逼我们还差不多哦。我看他只是想在你们面前当好人，坏人就让我恨你爸爸来做。嘴上说尊重你们的决定，转身就跑来要我们出钱，假惺惺。你们1分钱都不用出，婚礼我会办，钱我出，可以吗？你哪来钱？不是说你们手头紧吗？我会申请装修贷款。好啊，既然决定要办，就不要再拖了，快点确定时间跟地点，也方便我们通知亲戚朋友。是啊，你姐在国外，回来也需要时间。你们要请几个人？亲戚朋友最少10桌。不可能。你姐上次都给我们15桌了。你知道15桌多少钱吗？每一桌的红包你都可以自己收，就是人数不能少。不可能。临时找场地已经很难了，更何况要找这么大的地方。那7桌吧。5桌。5桌，那你倒不如就……好，5桌就5桌，反正我这边的亲戚也不多。那大概什么时候办？你们签字前还是后？看哪一天比较便宜吧。应该会是平日。平日人家要上班的，谁有空来？不来不是更好？反正我只有5桌。好了啦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都已经办得那么仓促了，还要大家打断工作日来喝喜酒，不是太尴尬了吗？你知道周末跟平日的价钱差别吗？你放心，你叔伯他们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他们跟你不一样，他们都很会做人。你出的钱一定会收回来的。等找到地方再说吧，我不敢保证。你叫你借点钱给你弟弟救你弟弟，不可能好让你害死他了。好了，你弟没死，抢救回来了。什么叫抢救回来？你跟他说，他的地脚没了，都是你害的。你说叫阿豪以后怎么办？大耳窿来追债，你弟要跑，他们开车撞他，还碾过他的脚。医生说伤得太重，需要截肢。你们有没有骗我？你怎么能像姐姐的？他差点死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你死了吗？放开我！请问你们是周以豪的家人吗？我们是，我们抓了2个嫌犯，但是他们说是周以豪欠钱在先才会追他，所以我们想请伤者录个笔录。警察先生，我儿子的脚已经被锯掉了，你现在还要找他问话，他已经很可怜了。你说我们又该怎么办啊，警察先生？请你冷静一点，我们想把事情给弄清楚。弟弟会变成这样，你会不会怪我？这个家你最有本事赚最多，我当然希望你可以帮忙负担一点。
可是有时候想想，你也是我们的孩子，应该是我们照顾你，不应该全部由你负责。都怪我没用。所以你去跟他们联合起来骗我？你妈说你弟弟欠了很多钱，如果没有帮他的话会出事的。你看，被他说中了。到头来弟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是因为我不肯借钱，一切都是我害的。你都已经拿出那笔钱了，那笔钱不是我的，是我去借的。你以为我这里有那么多现在为了这笔钱赔上你弟弟的脚，值得吗？他下半辈子怎么办？你来负责，你来养啊！爸，你要搞清楚啊！不是我逼弟去借高利贷，我也没有逼你老婆去赌，这些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。我现在在做的是帮他们擦屁股，这不是我的责任啊！我现在只能转给你那么多，剩下的你等我退了些东西，我再转给你。但请你别再指望我会帮你们。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原则呢？你现在为了迎合我的父母，你就推翻你自己所有的想法。你是不是放弃羽球后，你什么都可以放弃了？以前看到你专注打球的样子，真的很迷人，闪闪发光，让我移不开视线。不过现在的你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工作，为了钱，连你自己的未来和梦想都能放弃。你变了。哎，回来啦。和文凯谈的怎么样了？吵架啦？跟文凯家人的问题再大，也只是一时的。真正的考验是你们婚后的生活。如果现在就影响你们的感情，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？你说过，我们不可能不吵架，但是吵完架一定要懂得理解对方。我想要理解你，我们不要再冷战了，好吗？不会冷战了。我决定办婚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，因为爱你。谢谢你。趁机。我买了一份礼物给你，是我第一份薪水买的。你都说不用买了。我有了。这个跟你的不一样，你写的是不同的兴趣，我写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。等我们结完婚，搬进了新家，我们就一个一个完成。凯，我不会阻止你做你想要做的事。以前我打羽球，你支持了我那么久，所以我也要一直的支持着你。回家。
弟弟醒了，你不要担心。Excuse me, one tequila shot, please. Thanks. 一个人吗？你瞎了啊？看不到我右边有人吗？哎，原来你旁边也有人啊！我看他嘴角都是血，应该是吃药死的。你是怎么辜负他的？什么年代了？有种就直接把我抱走啊！无聊。那我算有种吧。那天晚上，我可是一直抱着你，把你送到酒店，累死我了。Sir, 2 more, please. Sure. Thank you. 谁叫你帮我啊？就算你不在，我也可以自己回家。我怕你谁都当成狗奴才，爬到他们身上，缠住他们不放。我没有那么做吧？你说没有就没有吧。哎，你别再喝了。今天晚上我不想再抱着你，好吗，公主小姐？Thanks。Excuse。撞球是你最近抽到的，这是你想做一辈子的事吗？希望是这个。离开。噔噔噔噔，图文插画，画什么？画，晚上的那种表情包、漫画、密码都可以啊。你一定可以想到很多有趣的内容。可是你会画画吗？可以学啊。希望这是你这辈子想要做的事，你就不用再找了。只要你永远在我心里就好。女人最不可取的是没有公主命，却得了公主病，还自不量力的做了公主梦。不过，像我这种自己赚钱买包，从来不靠王子的女人，应该赢过所有的公主了吧？早安。早。龙家，东西做好了没？PowerPoint 已经做好了，马上发给你。？Good job。下午我们一起去 pitch 给老板。好。哎，新人，你要我帮你泡咖啡吗？我自己来就好。怎么？现在有老板撑腰，看不起其他人啊？看来后门不止一个，有这么多门，进出多方便啊。你如果要相信那些谣言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我真的不是靠关系进来的。我又不是佐田出身的，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？你知道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请了多少人吃饭吗？我第1个月的薪水全部都花在了别人的身上，而且为了讨好他们，
我还要记得他们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。Mr. Chin 喜欢喝苏打没有 latte， 慧云喜欢喝 hot mocha，Ben 喜欢喝 espresso flat， 还有他的老板 George 只喝 extra hot 的 flat white。而你呢？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做，就可以获得 Mr. Chin 的喜爱还有信任，凭什么？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不值得被讨厌吗？吃饭，大家吃饭了啊！等一下，大家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请大家吃个饭。哇，这么大方啊！其实早就应该请了，只是我想等拿了薪水再请大家吃好一点的。你确定要把你的薪水浪费在我们大家身上？大家觉得韩国烤肉怎样？好啊，很久没有吃烤肉了。星期四下班后 OK 吗？我可以让我老公去接孩子。就星期四晚上。走吧，吃饭。米娅，星期四晚上有空吗？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餐？你只需要拿出实力证明自己，不需要巴结任何人。我只是想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。我不会照顾你的，在这销售部，每个人都存在某种竞争关系，你不需要做无谓的事。就算是老板要求，你也应该学会拒绝。把自己的销售额提高，才是你应该做的。吃什么墨西哥餐？谁提的？墨西哥的卡因贝贝超赞，好不好？我也很久没有吃了。这里的蔬菜选择很多，很有营养啊。有谁可以告诉我这几种饼有什么分别？这个是大哥，这个是burrito咯。感觉都差不多啊。大哥是比较小，它是用玉米薄饼当底，然后你放一些菜、一些肉，配酱料或者酸奶加就是了。那另外一个有什么分别？burrito的分量比较大，因为你还可以加莫斯科饭，还有豆泥，吃起来比较饱。那我要那个会饱的 burrito。OK， 我也要吃 burrito。OK。你帮我叫 tacos， 谢谢你。我叫了 nachos 啊，我们 share， 我不饿。OK。哎，对，我要试一下他们的这个库萨迪亚。What the hell is it？ 这个。是，you mean quesadilla？ quesadilla？ 那你知道什么是 tembikai、belimbing、pambalam 吗？我知道 tembikai 是一种水果。是 tembikai， 它是西瓜，不是一个什么 Pokemon 的名字。你可以把它念好一点嘛。你会马来文了不起啊？你要我教你吗？来，叫一声“这菇”来听。蘑菇，蘑菇，蘑菇，蘑菇。这是你的。这个就是我的，可是不要再捉弄他啦，他懂的语言比我们多啦。班代，佳佳不是班代，是本大。班代就是马来语聪明。你也是班代。你们这两只盆大要加把劲哦！佳佳、凯凯都已经生出乐乐了，现在在拼第二胎，你们几时让我做干嘛的？我要当国法的。你们飙到了。哦，你应该先当我的伴娘才是。哎，你们一下子要办，一下子不办，我要存钱给红包的。哎，文凯，你会不会叫我当你的伴郎？可以啊。你要我当你的伴郎也行，不过你要借我用你房间哦。哎，社长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是我为 Spark Program 设计的延伸计划。我们的目标是让公司能在 Best Employer 2026名次晋升，替 Gen 带来长远的价值和社会效应。那先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荣嘉是我们 Team B 的新成员。
我想你们都已经见过了哈，那我就不必多说了。我们先请荣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计划案。啊？那第一个项目呢，主要是要针对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他们比较注重环保，那我们就能不能请你大声一点？好。那我们是想要提倡回收再利用，那比如说这里就有一些手工达人他们就会拿旧衣服，把这些旧衣服改造成环保袋在义卖会上售卖。好了，我大概知道了。这些点子我也不是第一次听过。我想知道一件事情，你有考虑过成本，还有这个计划对公司的财政预算有什么影响吗？当然，这些我们都有想过。成本方面呢，会有不同的方案。有些计划呢是可以合并进行的，就比如说义卖会，我们可以结合 marketing 部门每年的招商活动来举办。你怎么搞的？一点准备也没有。我不知道今天是我 present， 要是提前知道 PPT 是你做的，叫你 present 是有多难？自己的东西都不懂得讲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很少给新人那么多机会的，我都这么帮你了，你还做到这个样子？对不起。还有啊，你些什么 idea 一点新意都没有，老板都说他听过很多次了。这些点子虽然不新，但是我想到的细节和实行方法都尽量配合 Jam 的企业文化。哎呀，不要说了，是好是坏，有眼睛看的。你告诉我企划案要怎么改，我一定会按照你的吩咐尽量改。算了，我自己改，不用你了。还有啊，这个月的销售额你最好跟我达标，别忘了你还在试用期，做不好，我随时可以让你走人的。可是这个月只剩下几天。哎，你找来了什么人啊？没能力，后台又不够稳固，你耍我啊你！你先放手。你先告诉我，李荣家的后台到底是谁？不是贱人对吧？该不会是一个嘎枪不跌的小人物？冷静点，放轻松，不满意试用期过后就马上叫他走。那还用你说？我只是怕得罪人而已。不过他如果不是什么高官啊，跟社长的女儿，我就看着办了。你自己什么也不是，那你犯错，我可以看着办吗？喂，你够了，你不要没完没了嘛。喂，我们同事那么多年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问他。你搞清楚，谁才是你的敌人？喂，你好。你想过来我们公司没问题，交换条件是什么？见了面再谈。好，到时见啊。一点だけ、この件は慎重に扱うべきだ。騒ぎにするな。できればリストラリストをすぐ用意しなさい。承知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。Listora Listo， 日文翻译中文。
老板还需要做什么吗 ？Hello， 怎么？你想睡就回家，干嘛还在这里啊？我要加班。你昨天不是已经加班了吗？除了昨天，还有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哎呀，总之这几天我至少10点才能走。10点？你有病啊？对啊，我眼睛有自闭症，大脑有过动症，最糟糕的还是贫穷恐惧症，那是绝症。那是你活该的啊！谁叫你到了 review 才来装模作样啊？不止我一个啊，你看他们全部跟我一样，也还没走。哎。review 是看你1整年的表现，不只是1个星期的。你当你老板是白痴啊？对呀。哎呀，走开啦！等下老板以为我讲他的坏话。他最好是以为你不会说他坏话。看你的 email。干嘛？我刚签下了美珍香，他们会把产品放在我们的平台上，你看看可以怎么设计？哇，难怪5点就能走哦。review 要到了，还签下大客户，升职加薪，记得请我吃大餐啊！这是我用半年的时间来争取的，你以为我像你啊，临时抱佛脚。logo 这些应该是用给他们的吧？还要设计什么？我想在他们的 profile page 主打他们100年不变的传统古早味。叮叮，客户送的，祝你构思的时候比较有灵感。哇，那么好啊！我一定会把我们设计到满意为止。最好是。那你就慢慢的继续装努力吧。I've got to go. I got a hot date. Bye. 你到了吗？红色跑车，我现在开车过来。你怎么那么快就到啊？你在附近上班吗？我叫 Kate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怎么会是你啊？等一下，你就是黑骑士？你的照片也骗太大了吧？我不是什么黑骑士，我只是停下来捡我的手机，你都上车了。上车就上车了。这里真的好漂亮哦，不过它的价钱也很高。看了这么多间，不是没有日期，就是价钱不对。临时找地方是这样子的，贵是跑不掉的。我们刚刚看的几间都不错，你挑一间吧。你那边的储蓄还够吗？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要不要考虑少办几桌？我那边可以不请人的。婚礼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既然要办，你的朋友和亲戚都要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办8桌，我和我咪2桌就够了。我只答应我爸妈5桌，其他3桌是你的。没事啦，反正你妈那边的亲戚比较多，就留多1桌给他们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次都迁就别人？我说3桌就3桌。好，好，好，3桌就3桌，你不要生气啦。我们去吃晚餐，我请你吃。你要吃什么？今天约了一个大帅哥，我们聊了很多天才决定约出来的啊。他工作好，又有礼貌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家人全部都移民到国外了。被你这样一搞，他肯定以为我在耍他。你要还我一个约会。
不然你以为现在是在干嘛？很难得看你说不出话。你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吗？我是单身。你不信？我是不信，说不定你在日本有100多个老婆呢。我在日本连一个家人都没有。你的父母呢？不在日本吗？我是孤儿。安干爹，找到地方了吗？找到了，鱼山的金陵轩下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有位，订了几桌？8桌，5桌是你们的。可以再加多1桌吗？我大概算了算，有45个人要请，应该不够。你有5桌，怎么不够啊？你大姑和三叔翻脸，姨婆一家人又跟每个人都不合，我怎么放都不对，所以有几桌不会坐满。这么麻烦就不要来。人家孩子结婚都请我们全家，你好意思不请他们吗？谁说我没请啊？不如这样，那些坐不满的位子，可以叫我和文凯的朋友或同事过去，你们的一些亲戚也可以过来我这几桌，不认识就不会有矛盾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们的桌就是我们的啊，怎么可以叫其他人过来呢？那我的亲戚不是很尴尬吗？尴尬，尴尬就浪费我位置。桌子的钱收不回，你补偿吗？我们把你养得那么大，你真的就需要跟我们计较这些钱吗？你还真以为办这个婚礼是为了我们啊？我是想帮你拿回一点面子。如果当初你肯听我们的话，去三份念书，不要说8桌，80桌你都不会心痛。文凯啊，你是我们家族最会读书、最优秀的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如果这个婚礼不办，人家可会以为你是没有出息、不敢见人。以后你见到亲戚朋友就更加抬不起头。安干爹，我可以让1桌给你们。反正你那边的亲戚也不多，对吗？对，就这样决定了。OK。OK，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这婚我不结了。17楼，安田集团。失礼します。下饭，我就天天搬自助餐。可惜现实没这菜单。我的妈呀，梦想好烦，万一实现了怎么办？想一想还是要去闯。当冷眼的太阳把夜空的幻想蒸发飘散，才看见在脚下，线索在阳光中亮出了新方向。路虽然很长，踩着